Hello，各位玩家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大陆。这集大陆继续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月份值得一试的手机游戏推荐，在设置的清单中就包括了像是王者荣耀 IP 的开放世界新作、彩虹6号经典射击游戏、横向动作游戏、生存玩法、地迷之的好评作品，以及其他不同风格的游戏等你来发掘哦。这些游戏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后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玩的游戏，那就大陆一起看下去吧。大家熟悉的王者荣耀 IP 现在也正式推出了开放世界题材新作，也就是这款王者荣耀世界。本作继承了王者荣耀 IP 的角色与世界观，让玩家亲自踏上王者大陆，并与熟悉的英雄们重新建立羁绊。游戏中，玩家将扮演源流之子，利用流能量与英雄们产生羁绊，并学习英雄们的技能。在战斗中也能随时切换技能组合，并将这些优势应用到大世界中进行解谜。玩家们也可以在游戏中看到新角色的剧情，让王者荣耀中的角色羁绊和世界观更完整。但作为一款开放世界游戏，它或许不是最新和玩法新鲜的，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进行打磨。但对于王者荣耀的玩家们来说，应该是一款让人惊喜的游戏哦。相信不少玩家都听过彩虹6号围攻行动这款经典的战术射击游戏吧？现在它的手游版本也正式推出了，游戏完整保留了 PC 版的核心攻防玩法。我们可以选择配备独特技能的干员，在银行、边境这些经典地图里，透过破墙、无人机、陷阱等方式与队友进行紧密的战术配合。手游版针对行动装饰的操作进行了优化，也有新增像是团队死斗等模式，来让整个对战节奏更快一些。原本就喜欢围攻行动的玩家应该能在里面找到蛮熟悉的感觉。不过这类游戏很吃团队和反应，没接触过的玩家可能需要点时间熟悉，有兴趣的可以来和朋友开黑试试看。光辉守护者是一款非常纯粹的横向动作游戏，讲述主角为了混沌入侵者，独自在古老城堡废墟中奋战。另外，本作追求真实战斗体验，所以并没有任何自动攻击、移动的系统，完全需要靠玩家放技能、攻击和闪避。后期还能召唤巨型护盾来控场。此外，游戏也有农素材做装备的元素，而且本作支持离线游玩。如果想跟朋友玩的话，也可以选择合作模式。其他还包括了多种关卡玩法，像是 Roguelike试炼和终极考验等等，有兴趣的玩家不妨下载试玩看看吧。Concorder 是一款风格独特的游戏，美术风格第一眼就让人印象深刻。它是一款带有肉鸽元素的西部生存动作游戏，只不过背景设定在一个永远没拍完的西部片废墟里。我们要扮演一位失踪特技演员，在这个来来去去都一样、充满荒野角色的世界杀出血路，目标是打败10个手头人头目，赢得那个虚构的电影学院大奖。游戏的玩法就是经典的生存动作玩法，它的核心魅力在于那种30年代卡通风格，还有对西部片的各种搞笑讽刺。如果想找一款能让你边玩边笑、美术风格又强烈的作品，那或许可以留意一下这款哦。背包乱斗是一款在 Steam 上获得极度好评的 PVP 自动对战游戏，现在也终于移植到手机上了。它的玩法特别，与其说是传统打架，不如说是一场背包收纳的战争。我们要在有限的背包空间里购买并摆放各种武器、装备和道具，而物品的排列方式会直接影响战斗力。比如说，把特定道具放在相邻的位置，可能会触发组合效果，合成更强装备。游戏是采用非同步对战，也就是跟其他玩家的配置数据进行战斗，没有时间压力，可以慢慢思考怎么摆放。整体来说，游戏蛮考验策略和规划能力的，喜欢动脑、享受搭配装备组合的玩家应该会很喜欢哦。阿
卡迪姆太空漫游》是一款宇宙题材的肉鸽射击游戏，玩家将驾驶飞船在宇宙采集星球资源。宇宙中有很多不同的宇宙生态，像是行星、恒星、黑洞等等。玩家只要降落在这些行星上，就能累积角色经验值，在升级后就能选择一个随机技能，打造不同的攻击流派了。另外，在探索期间也会定时出现外星人攻击，这时候也可以巧妙利用技能来度过难关。总体来说，是一款比较适合碎片时间的游戏，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玩看看。云端商人是一款贸易冒险游戏，这次玩家将化身为飞航船长，在云端上打造你的贸易帝国。你可以在大地图中自由探索，发现那些隐藏的未知岛屿，也能接收来自不同岛屿的任务，然后赚取足够的资金后，还可以购买岛屿，搭建自己的梦想家园。在探索途中也要注意飞船的电量，还可以参与不同岛屿的材料价格，进行低买高卖的，慢慢增加盈利。后期还可以改造飞航，建立生产链，实现自动化收入。推荐给喜欢策略沙盒玩法的玩家。相信不少玩家小时候都看过《徽章战士》卡通吧？这次是直接把这个经典 IP 做成了现在很流行的吸血鬼幸存者玩法，也就是 Medabots Survivors 这款游戏。游戏中我们可以招募熟悉的机器人，用简单的操作让他们自动攻击蜂拥而上的敌人。每只机器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，像是发射飞弹或是设置陷阱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对战里升级组合，体验机器人大军操场的爽快感。不过游戏可能存在氪金要素，5氪玩家可能需要多点耐心，感兴趣的话就来试试看吧。卡牌与城堡是一款把卡牌对战跟战棋策略结合的游戏，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很新颖呢？确实，游戏跟一般的同类作品不太一样。我们出的每一张单位卡牌都要实际摆在棋盘上的位置，你想要防守自己的城堡，还是要大胆进攻，都可以由自己决定。游戏里总共有维京人、海盗、忍者等7种阵营可以选择，还能混搭2种阵营来组成独特的牌组。这次终极版也加入了全新的墓地系统，阵亡的单位也会变成幽灵，还有机会复活他们，让战术更多元，推荐给喜欢动脑和钻研策略的玩家。轻松水族馆是一款非常适合懒人玩家的休闲养鱼游戏，同时也是收集党玩家们会喜欢的类型。在游戏中，玩家主要购买育苗，然后通过点击荧幕喂食小鱼，等待它们长大就能获得5颜6色、不同稀有度的鱼类了。之后再将成年鱼卖掉赚钱，就这样不断循环，直到赚取足够资金，就能购买更高级的鱼苗。新鱼缸和鱼缸装饰了，感觉这款游戏的破关标准应该是收集全部鱼类，还有隐藏款吧，也是蛮吃人品的一款游戏。喜欢治愈小鱼和装饰鱼缸的话，可以当成休闲游戏试玩哦。那么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游戏。如果你喜欢大陆的影片，可以给大陆一个赞、分享和订阅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祝各位游戏愉快！